大家好，今天呢来说一下这个挂机省钱的办法啊。那么我呢自己呢也有些挂机需求，比如说要运行一个软件在 Windows 的系统上啊。那如果说你用自己台式机啊或笔记本去跑，那本身这些设备的话是你平时的办公设备，那这个芯片的性能是非常好的，那有点像大材小用啊。那芯片的话，说实话，你这个运行的时间啊，使用时间的话，它会发热嘛，到时候造成芯片寿命下降，那不划算是吧？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啊。其实这个机器呢，我早就有了啊，最近呢拿出来用，因为我最近有需求，而且呢，现在不是流行跑那个 PCDN 嘛啊，刚好说实话，你这个机器也可以拿来跑 PCDN 啊。这个机器呢是本地的一个机器啊，我现在打开页面呢，这两个软件是远控软件，因为终端啊，等一下我给大家拍一段录像啊。这两个软件的话是一个叫 ToDesk 啊，是国内软件，还有一个叫 RasterDesk 好像是啊。那这两个软件的话都是免费的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你干嘛不用那个RDP 啊？Windows 自带一个远程桌面连接啊，那是为什么不用呢？是因为那台机器为了更节省的 CPU 资源，所以说装的是 Win7的精简版系统，所以说它里面是没有防火墙组件，所以导致这个 RDP 协议开不了啊，所以说导致啊，我后面一直长期用那个 TeamViewer 啊，TeamViewer 的话现在开始要收费了啊，所以说呢。找了这种很多办法都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找了这个替换软件，哎，为什么找两个呢？也有问题啊。第一个，你看这个软件啊，未就绪，请检查网络连接啊。刚刚装上去的时候呢，还是好的呢，好了没几天啊，就不行了啊，这样子了。那这个的话，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国外软件啊。这个呢，ToDesk 的话是国内软件啊。当然的话，还有一个向日葵啊，我因为就是不太喜欢向日葵这个名字啊，所以说呢，我就用这个啊。而且这个图标也比较好看点啊，比较简洁一点。但是事实上啊，这个软件的话，刚才啊我也打开了之后说网络连接失败啊，我不知道他们服务器是不是有这种针对免费用户是不是服务器过载了或者之类的。那其实远程桌面连接是很简单的，这边远程控制设备啊，这边输入一个 ID 啊 ，ID 之后点连接。我呢设置。很多人他会有临时密码嘛啊，临时密码这东西呢，你要设置一个固定密码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免直接点连接啊。我比如说这个 Raster 啊 Desk 啊，虽然说连不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点连接一下啊。好，这样的话它就开始连接了。如果说连接成功的话，这边就有很多功能啊，比如显示这个键盘啊。那键盘的话，说实话就是我现在目前的电脑啊，可以直接键盘输入的啊。你看它就连不上啊，这个服务器连不上。那算了吧啊！当然的话 ，Rust 的话，它还可以自己建立服务器啊。当然的话，这种操作比较麻烦啊，还得花钱去买一台那个 VPS 去操作啊。那 ToDesk 的话啊，这个也是一个版本啊，但是 ToDesk 跟那个 RasterDesk 的话有什么区别呢？我在使用上的话，我发现啊，ToDesk 的话，它在这个受控端啊，就是受控端的话，这个 CPU 的使用率啊非常高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88%、90%，那我这边点连接了啊，直接点远程控制了。好，我这台机器呢，终端服务那台终端呢是一个华为的机器啊。比如说刚刚你进来的时候啊，它这边会很卡啊，把这边最小化啊，我点一下啊就卡住了，卡很久啊，就没办法，因为它这个 CPU 啊就不行啊 ，CPU 是2核的吧，点桌面一下。看看有没有出现这个列表啊，刷新一下，再点一下，你看这个卡住了。那么话说回来啊，这个机器有什么用？怎么说呢？这个机器比较低功耗啊，这个比较便宜啊。现在网上买的话，大概100多块钱一台，你没听错，就是100多块钱啊。如果说你买这个东西，连上你的这个显示屏啊，你基本处理这种办公需求啊，一般来说都没问题啊。写小说啊，做表格啊，打印文件啊，我觉得这种完全是可以胜任的啊。你不需要很高配置的电脑。那用来做挂机非常好啊，当然的话，你也可以装 PCDN 啊，完全可以运行这个完整版的 CentOS 啊，而且那个网新云的x86的适配的操作系统啊，他们自己建的啊，那个操作系统，你说实话也是 CentOS 改的啊，那也是可以在这个上面运行的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x86的设备去跑 PCDN 啊，这样的话也是非常省钱。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说挂机啊，像我的话有些挂机需求，还有的话就。上次不是有说过个 Grasses 嘛，海外的一个类似于 PCDN 的啊，这个我也挂在这里啊。比如说这个呢，谷歌浏览器啊，我这边有啊，这边挡住了啊。你看这个在运行当中啊，我可以看到运行的，还有一些跑自己的一个程序啊，这个看你自己用了啊。那反正就是说呢，这个 ToDesk 的话也是个
没办法的办法啊，它的 CPU 占用率非常高啊，那没办法，只能这样运行啊。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体设备长什么样啊。由于相机没有电了啊，加上我本人的拍摄水平不太好啊，手机试了一下呢，拍摄效果不好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展示一下这个终端设备，挂机设备呢就是用啊，这个机器呢一般来说叫售客户端啊，那么也有些在网上被称为叫什么小客户机啊，或者说 HTPC 啊，但 HTPC 的话应该这个比这个配置大啊 ，HTPC 的话基本上是配合电视用的这种娱乐系统，那也有叫公控机啊，工程的工啊，那反正就是这个机器设备是华为的嘛，也是淘汰设备啊。你可以看到 Win7 2+32GB 啊的硬盘嘛，2G 内存啊，这个设备的话应该是这种淘汰设备啊。好，你可以看一下接口啊，我这边是用了无线啊，这个无线有些人可能说买也很贵啊，不贵啊，这个无线的话插那个是小米随身 WiFi 啊，这个东西也很稳定啊。刚好在这个 Win7 上的话比较适配啊，如果在 Win10上的话还不太容易适配啊。这边是耳机接口啊，这边一个电源按钮啊，非常方便。好，看一下侧面啊，侧面的话，它原本的话，这个机器呢，你要么就竖着啊，放个架子啊，要么就是放在这个显示器后面啊，作为一个相当于一体机一样的啊。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口接口啊，接口的话，比如说网口是有的啊，这个多少兆我都不知道啊，应够100兆吧啊。那4个 USB 接口啊，一看就是 2.0 的接口啊。那这边的话，显示器的是DVI 的。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没有插键盘鼠标啊，那是因为我这远控了嘛。一开始你刚刚配置的时候呢，你肯定要插一下这个键盘鼠标，最好插无线的，我就方便点嘛。DVI 的话，显示器不太好找啊，但是呢也没关系。DVI 的话，它也是数字信号的，你可以买一个转换头转换成 HDMI 啊，这样的话转数字信号的话，基本上还不太会失真啊。如果说 VGA 的话，就有点会失真啊。好，那么再看一下啊，这个功率啊，功率的话，我这边是测试下来啊，开机的时候可能会功率高一些啊，是15瓦啊，平常一般运行的话是大概11瓦、12瓦左右啊。我这边这个电源是我另外配的啊，原本的那个卖家给我电源的，这个机器说实话买了好多年了啊，估计有7、8年了吧啊。之前的话也是挂机用的啊，挂这种客服机器人啊之类的啊。那这个电源的话，之前那个电源不太好，你这种电源的话，我就买了一个啊，很便宜啊，也就7、8块钱嘛，你在网上买啊。而且呢，之前的电源的话是12伏2安的，那我跟卖家啊这边聊了一下啊，他说建议我配12伏3安的啊。配大点没关系的啊，它不会完全输入3安电流啊，反正就是配高点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想啊，你挂机有到底什么需求呢？我就这样说吧，机器设备固定成本就100多块钱啊，就算200块钱好了，每1个月电费就4、5块人民币啊。那挂机啊，那本身除了你本身有需求的挂机以外啊，那如果说你有 PCDN 的，也可以跑一下 PCDN 的啊。那如果说你想有些签到，知道吧？就很多程序，比如说抖音签到啊、快手签到、饿了么签到啊、京东签到、送金豆啊，虽然说送1毛2毛啊，但是这种程序有很多几十个啊。你可以装一个青龙面板啊，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啊。装个青龙面板，虽然说钱少啊，但是如果说这种机器你想搞多点的啊，搞个这种货架啊，搞个出租房里面架个100个啊，批量搞的话，说实话也能赚到钱啊。当然这个钱也是被动的啊，你这个不算很多啊，但是只能说玩玩啊，因为我这个为了省电啊，省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省电的办法啊，至少比台式机这个省很多了嘛啊，台式机的话至少100多瓦以上了啊。好吧，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一个小设备啊。